大家好，我是于姐。金秋9月到10月份，正是大闸蟹最肥美的季节。朋友刚好送来一箱，今天就借用这些大闸蟹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大闸蟹正确做法。做好的大闸蟹完整有形儿，蟹黄也不会流失。学会了就像烧开水一样的简单。喜欢的朋友先点赞收藏起来吧。接下来我们把大闸蟹放在盆子里面。我们家呢6个人，我们今天呢就做6个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加适量的清水，然后我们再加上适量的食盐。加食盐，第一个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，第二个呢，它能让螃蟹感觉到不适，它也可以让它里面的脏东西全部吐出。给它搅拌搅拌，搅拌至食盐融化，然后呢浸泡2个小时。趁着大闸蟹在泡水的时间，我们来切点姜片。姜切好之后，我们呢先给它放入盘中。接下来我们呢按顺序的一个螃蟹给它摆2个姜片，这样呢可以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，摆成这样就可以。然后我们在上面再放上一点点的小香葱，这样子呢，第一个可以去腥，第二个呢可以增香，摆成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先给它放在一边备用。刚好我们的小料全部都切好之后，我们的大闸蟹呢也已经泡够时间了。我们呢准备一个粗黄的小刷子，我们上下左右的给它清洗干净。等一会儿啊，我们再用水给它清洗2遍，像这样大闸蟹都洗得特别的干净了。趁着洗蟹的时间呢，我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母蟹，什么叫公蟹。母蟹呢，肚脐这个地方是圆的，椭圆形的这个肚脐啊就是母蟹，但是呢这个三角形的就是长长的，有一种长长的三角形哈，那叫公蟹。我们这里面呢，我刚才检查了一下，都是母蟹。我们这今天啊没有公蟹，所以呢我也没法给大家对比。还有一种区别方法呢，母蟹身上啊就是光不溜溜的，毛很少。公蟹呢这个背上面有毛，并且这个小腿上面毛也很多，这是第2种区别的方法。刚好啊，金秋9月正是吃母蟹的季节。母蟹里面含的是蟹黄，公蟹里面含的是蟹膏。不管是蟹膏还是蟹黄，都是非常的新鲜又美味。像这样我们全身给它刷一遍，然后再给它清洗2遍就可以了。我们头一遍刷干净以后，再次用这清水啊，随便给它冲洗冲洗就可以了。然后再用流水给它冲一下。大闸蟹洗干净之后，稍微的给它沥一下水分，然后顺着姜片依次的给它摆好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直接给它放在笼屉里面。在这里来跟大家说一下哈，我们的螃蟹到底是冷水下锅蒸呢，还是开水下锅蒸呢？在这里呢，我要跟大家说清楚一下哈。冷冻的大闸蟹适合冷水上锅蒸。冷水上锅蒸的好处呢，主要就是说一边蒸它一边解冻，受热均匀，避免呢外面蒸熟了里面呢蒸不透。但是呢，新鲜的螃蟹呢适合开水上锅蒸。开水上锅蒸呢能使蟹黄快速的凝固，避免在蒸制的过程中蟹黄外漏。所以说呢，到底是开水上锅蒸还是凉水上锅蒸，这要看是什么样的螃蟹才能适合什么样的水温。接下来我们把蒸锅里面倒上适量的清水，再把螃蟹给它放上。我们这个大闸蟹呢3两半至4两左右，一般蒸15分钟也是可以的。要是为了保确它的鲜美度呢，水开后蒸12分钟，我们呢再给它焖个7、8分钟就可以了。趁着蒸蟹的时间，我们呢调个碗汁，首先加一点点的白糖，然后我们再加上1勺的开水，再加上1勺的米醋，再加半勺的香醋，然后给它搅和搅和，搅和至白糖融化就可以了。这个碗汁呢是吃大闸蟹的正确做法，但是口味重的呢，它
还可以按自己的口味来调。今天呢，我也来给大家调一份儿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切点小料，我们把葱给它切成葱花，等一会儿我们调个料汁用的。葱花切好之后放入碗中，接下来我们再来拍几个大蒜，然后我们把大蒜给它切成末。蒜末切好之后，也给它放入碗中。首先加上1勺的生抽，然后再加上半勺的陈醋，我们再加少一点点的蚝油，然后再加上我自制的香油，真香。喜欢吃辣的，然后我们再浇一点点的油泼辣子。像这样子，我们的一个料汁就做好了。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口味来做的。好，已经蒸了12分钟了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先拔掉电源，不要急着开盖儿。我们呢再给它焖个8分钟，千万不要蒸的时间太长，蒸时间长了蟹黄容易流出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焖了8分钟了，开盖儿。哇，好香啊！出锅。按我这种方法蒸出来的大闸蟹，肉质特别的鲜美，黄呢它也不容易往外流。我们接下来，我们再来掰一个让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怎么没蟹黄啊？哦，这里面呢，哦，蟹黄都在这里面了，我还以为没蟹黄呢。哇，好回呀！按我这样做法，肉质鲜嫩，蟹黄特别的香，一点都不流失。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